好，今天这款主题风格呢，我们是以干练的风格为主啊。那打造的轮廓整体是以菱形的一个基础为标准啊。然后我们在做发型的时候呢，首先我们看一下它整体的这个发量啊，相对来说发量属于适中的。那我们在做造型的时候，那它只是相对说两侧的头发比较扁塌一点，那到整体后面这地方的头发呢是比较适中的。所以我们在做造型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一个点。就是说，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记住，类似于这种长度的发型，我们卷度是不适合过高的。那我们做造型的时候，我们的卷度和蓬松度也适合在哪里呢？是往下放一点点。因为如果说我们的发根这个地方太蓬松了，卷度往上走了，那这个头就圆润，一圆润就非常饱满，那这个头或者这个造型就会显得非常的成熟。所以说，今天我们造型的卷去度呢，主要以发色的表现力为主啊。这第一款我们以发色的表现力为主，这是我们整个发型的一个分析啊。好，接下来我们首先要把它的造型的基本型吹好，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就是大家看到我在几天在做的发型当中呢，都是你会发现啊，所有发型每一款前面都是要处理基本型的。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在做这个短发的时候也是一样，基本型先要吹好啊。那我们在吹基本型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啊。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啊，小技巧，也就是说，他有的顾客他两边头发是偏少的，两边头发是非常非常少的，后面偏多。那类似于这种，其实或者是头发再细软点，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大家在吹的时候就会吹的不是很蓬松。好，这个地方大家认真看啊，也就是我这个地方呢，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也就是说你们画分线的时候是这样子啊，这样子分成个斜向后的划分线啊，斜向后的划分线。这时候我们操作的时候，特别是你们在店里面吹细软头发非常服帖的，然后你头发又发量是很少的这种，好，斜向后的划分线。接下来我们划分线分好以后，怎么去操作呢？好，接下来我们看好了，这个是斜向前的分发片，也就是说我们是斜向后的划分线，斜向前的划分线。然后我们在吹的时候呢，是滚梳平行划分线上去，然后慢慢的转成水平。好，这个时候当你们加热发根的时候，当你们在加热这发根在吹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发根一下就吹蓬松了。所以说这个方法比较好用啊，也就是说这么多年我基本上就是用这种方式呢，就吹，比如说发量偏少的，然后呢服帖的这种方式啊。也就是说大家在店里面如果是遇到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就可以采用这样的方式去做，好吧？啊，这个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方法啊，保证让大家能够在做这种头发的时候100%吹起来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啊，刘海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还是一样，把它分个小三角的方式啊，小三角分出来。看了啊，吹刘海特别重要啊，平行划分线啊，看一下啊，卷梳平行划分线带紧张力，向它相反的方向去推。好，加热发根。这是第一步啊，再加一下，因为它头发还是蛮贴的。好，接下来呢，还是一样，卷梳平行划分线带紧张力，跟它相反的方向去推。好，多进行，多加热啊，向它相反的方向去推，多进行。多加热，多进行，多加热，继续。吹风口这个地方呢，大家在转的时候一定要转成纵向啊。你知道为什么要转成纵向呢？因为当我们横向吹的时候，这样风大部分是跑在表面的。这样纵向加热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大部分风都能送到发根去。更容易把发根这个地方的蓬松度能吹起来啊。好，加热。接下来我们把这个三角呢再扩大一点点啊，目的是过渡，让整个头顶这个地方的吹的蓬松度呢更加的自然一些啊。多加热，多进行，特别是服帖的头发、细软头发，多加热，多进行。好，我们这个刘海呢是这样子，刚才我们这个大的三角不要了啊，大的三角不要，就是我们只需要我们刘海的这个宽度啊分出来。接下来卷梳平行划分线带紧张力，向它相反的方向去推。好，定下型。好，接下来第二步，走，带发梢啊，发梢完
完了以后呢，接住一下啊，到最后一下带个大的C 型弧度回过来，对，走。好，这个牛耳呢，我们基本上就吹好了啊。把这个地方再带个往后的流向，压一下，这里我们把它别到耳朵上面去。好，我们用吹风机吹好以后呢，接下来用宽齿梳啊，我们用宽齿梳把这个什么，刘海大概的流向梳一下啊。就是我们要看到整体的一个基本型啊，也就是给大家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弧度要有。对，如果说大家能够把基本型都吹成这个样子了，其实这个造型大家看一下，你们只需要加一点点弧度就可以了啊，不需要就是说做太多的这个什么啊造型的什么技巧呀、手法什么都不用啊。OK， 啊，整个刘海的这个弧度啊，把它吹出来以后，这个造型的轮廓已经很漂亮了啊。好，我们回到这边。好，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右侧这边啊，回到右侧这边。举小三角啊，还是一样的。点梳平移划分线，带紧张力，向它相反的方向去推，加热发根，加热发根。好，然后再举个大的三角，过渡一下啊。基本型特别重要啊。特别是我经常上课的时候，有的同学呢，刚开始在教室的时候，啊，没有特别的注重这个。当回去在做顾客的时候，发现说老师，我特能理解你这几天讲的什么叫基本型，啊，就回去后你会发现，基本型吹不好，造型做出来是很难看的，它没有形体，没有美感，对吧？我们造型的三大核心呢，首先上面一个形就非常重要啊。好。这个地方带个大的C型弧度回过来就可以了啊。还是一样，我们把这个刘海呢梳一下啊，把光泽梳出来。吹好以后，它还是有一个什么？它还是和我们的左侧一样啊，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轮廓线出来。也就这个时候我们随便去加啊，任何的造型都是很好看的。OK 啊，这个轮廓线要有。这个刘海它是往后走的，发梢往下，刘海往后。好啊，这样的一个什么？这样侧部的一个弧度啊，侧部的一个弧度。OK。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造型了啊。好，造型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经验啊，也就是说，这个今天我们要做的啊，虽然风格是属于比较干练，那干练的话，我们要的是一个质感，轻奢质感。那它的发梢，我们要让它夹出来很有质感的情况下，怎么做呢？我们要用这个什么造型品打上一点点发泥啊，夹出来它的质感会更好。也不要抹太多啊，不要抹太多，抹上一点点就好了。只抹发梢啊，只抹发梢这个地方，发干、发根不用抹啊，只需要把发梢这个地方拉起来，哎，就像扎马尾一样，把它先发梢过一遍，好，然后再把中间的发梢全部打透，一定要把每根发梢都打透啊，像中间这个地方还稍微差一点点，再来一下。手在上面画个 C 型弧度啊，往下压，耳朵后面是一样，画个 C 型弧度，发梢全部打透。好，看到我们打完就是以后，感觉它是属于比较有质感的，打透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造型了啊。OK。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打完造型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造型了啊。选择电棒是32号的啊。
上下分开。好，饱满向前转收紧向前，角度压低啊，你看，角度压低，慢慢走。这个时候我们把它转过来啊，看好了，转过来以后呢，发梢这里大家一定记住啊，夹卷容易，夹自然难的啊。这个地方慢慢往下走，往下走，只需要夹一点点发梢，到夹片1/2以后，稍微往上转一下，看一下这个发梢是属于比较什么，比较自然的发梢啊，一点点就可以了啊，不需要夹的特别的卷。夹完后我们把它打散开啊，继续。当然，大家在店里面如果说旋不好的话，这样饱满向后旋不好啊，可以采用这种方式，饱满向后啊，卷一圈，不要卷到1圈半去，1圈半太卷啊，卷一圈，然后呢角度压低一点啊，压低好了以后往下走，走，发梢1/2后往上转一下。好，底下的这个啊，把它夹掉啊，夹完以后把它打散开，让这个发梢变得更加的柔和一些。当然，大家看到啊，你看我们这样的发梢，第一个有质感，第二个我们看的这个发梢是属于什么呢？比较自然的啊，比较柔的。我们夹完的发梢不能让它翘起来啊，就翘得很高，外翻的这样状态很高，那就很难看了啊，就一点点弧度就可以了。继续。到后面这个地方啊，只需要扭起来啊，不是饱满，这个地方扭一下，夹内侧，好，发梢一点点弧度啊，上面这层分下来。这种大家在卷的时候呢，最好是上下分完以后，最好是纵向的发束啊，饱满向前转收紧向前，角度压低往下走。好，如果说实在压不好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采用个饱满向后的方式卷一圈，接下来角度压低，画个 C 型的弧度啊，发梢慢慢走，走完以后呢，到夹片里面1/2再往上卷一下，这样子，它的发梢的质感就会更好了。大家在我抖音上看到的很多类似于这种的呢，都是采用这种手法。当然有的就它的发量不一样的。我们在操作的前期基本性的时候啊，它变化性也是有的时候也处理的不一样啊。当然这个地方呢，我只是告诉大家一些什么方式方法啊，然后根据它的主体的风格呢去造一款属于我们这个属于顾客的这款风格的发型啊。饱满向后继续，接下来角度压低，好走。往上不要夹太卷啊！其实我一直强调一句话，就是说夹卷是很容易的，夹自然是蛮难的啊。就是我们在夹自然这个状态过程当中，还保证一个什么？它的这个形是很好看的啊，它造型的形是非常好看的。好，到后面这个地方我们分上下2层啊。分完上下2层以后，看好了啊，我们在卷下面的这里，下面这个发梢的时候呢，看好了，角度压到最低，往外别一下，看好了，往外别一下。其实我们在夹的是内侧的头发啊，竖状的往外别一下，就是扭转一下啊，看一下，我们夹完这个发梢的质感是非常强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夹，直接往上夹呢？往上夹你们会发现它的发梢是散开的，这种发梢是比较没有美感的这种。那我们在夹的时候呢，尽量的树状感较强的这种，我们拉起来就扭一下，这种出来的美感会更强啊。OK， 继续，这种它出来的发梢也会比较自然些。我们直接往上夹的发梢它出来比较死板啊，感觉就一个尾巴在这个地方是很丑的啊。这样的发梢是比较自然的啊。当你们打散的时候，这个发梢是很自然的。好，这边的两边的有点不一样啊。我们的流向，如果说我们夹右侧这边呢，它的发梢就是往这边扭啊，夹内侧，角度一定要压低啊，压到最低角度来。好，这个时候到后面侧中线这个地方往后一片，这个你采用的是饱满向后的手法啊。
饱满向后，接下来角度压低，转成收紧的手法。好，也是一样，发梢卷一下。好，我们接下来回到这边啊。好，继续把这个上面的这个地方的头发呢，我们还是一样分出来。饱满向前，转收紧向前，角度压低，往下走啊，发梢旋过来，旋过来以后，好，往下走，压到发梢的一点点以后 ，OK， 往上走一点点，发梢出来是一个小的 C 型弧度啊。往外的啊，这款发型它是有点酷的氛围在里面，所以说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发梢是让它往外走的啊。饱满向前旋，收紧向前，发梢往外卷。好，到这里发梢往后扭一下，往上卷，扭发梢。其实这种造型呢，我们要控制造型的形体啊，不要注重它的卷度。其实卷的话，大家说实话都夹得好啊，都夹得好。但是我们要慢慢的学会去控制造型的形体与美感，这是最重要的啊。好，也是扭一下啊。这里这片头发采用饱满的手法。发梢先内 C 旋一下啊，看到发梢先内 C 卷一下，内 C 卷一下，卷到发根去啊，留个空心状。好，这里呢，把它放下来，做一点点纹理就可以了啊。这里。饱满向前，转收紧向前，角度压低，走，发梢往上。好，继续。纵向发束啊，这里可以采用饱满向后的方式，角度拉高，饱满向后。好，慢慢的角度压低，把发梢卷出来。好，这是我们的侧面的头发啊。好，到最后这个地方，我们把刘海过一下就可以了啊。刘海这个地方我们再过一下就可以了啊。到最后边呢，稍微的检修一下啊，整体的轮廓形状。好，过完以后呢，大概的轮廓是这样子啊。接下来我们先干嘛呢？把这个什么发乳啊，打上一点发乳，打上造型面以后，这款造型我们把它吹散开就结束了啊。好，接下来还是打上刚才我们用的这款发型的这个发乳啊，这个是属于发泥了啊。
那么打理的时候呢，拉起来啊，切莫让发梢出透啊，拍一拍。这样做完以后，它的发梢是很有质感的啊。从下往上提，往后收啊，这是耳朵两侧的头发。从下往上提，往后收。好，前面我们3下啊，1下、2下、3下。好，接下来我们打理完了以后，用吹风机全部把它吹散开啊。在吹的时候选择冷风，选择冷风全部把它吹散。吹完以后，把我们这个发梢还原的刚才我们夹的这个位置往前面一拉，把它整体的这个形状呢就有了啊。这边把它别耳朵上面去啊。好，微微的调整一下刘海的这个什么流向。好，发梢往外啊，上面这个地方呢，有个小小的一个什么蓬松度啊。好，大概的轮廓和样子呢，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啊。做好以后，好，特别是这个地方啊，菱形的两侧这个地方一定要记住，把这个菱形的这个感觉呢，这个地方的蓬松度要做出来啊。它有一点点弧度在这里的啊。好，这个蓬松度要把它做出来。好，这是拍照时候我们呈现出来一个轮廓样子 ，OK。